欢迎收看野里军政评。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邱世清邱老师，邱老师好。敏真好，大家好。今天呢邀请到这个邱老师其实本来呢是要谈别的问题的，但是由于最近前几天发生一个极度大家热点的新闻所以我们不能够免俗，还是得要先谈一下它，就是在5月7号，今年5月7号发生的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在双方这个克什米尔邻近地区印控跟巴控的邻近地区遭遇了一场这个人家说史无前例的空战。那按照这个因为当初本来是5月6号，印度对巴基斯坦实施一个代号叫辛杜尔的行动，然后呢对这个巴基斯坦就应该是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发动导弹攻击，那造成了这个不少平民的死亡那7号的时候呢，这个印巴就发生了空战，结果呢巴基斯坦方面居然击落了5架印度战机，那包括还有一架无人机对，那这5架战斗机里面，包括有3架有法国的，我现在有点搞不清，等一下也要请教这个邱老师，就是有人讲疾风，有人讲标风，有人讲阵风，我不知道到底算哪一个才是对的，等一下问一下。那还包括一架苏30 MK1 跟一架米格29。那先请问一下老师，您怎么看这一场这个印巴的这个在空战上的对决？其实我们长期在关注解放军的空战体系，或者是巴基斯坦这些年跟解放军的深度合作，以及他们纠结在如何选择机型上面。其实对这场空战，我们在空战发生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做过一些假设，就是以现在的巴基斯坦的实力跟印度空军的实力，如果发生空中对抗的话，我们一般认为就印巴会平手，就是最差就是平手。只是说因为这次没有发生最差的情况，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战果跟很多人预先的想象跟认知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那我们长期以来就可以看到，在台湾这边或者是在西方，其实长期都对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甚至作战体系其实有非常严重的误解、低估跟扭曲。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巴基斯坦在常年就是因为解放军跟巴基斯坦其实固定时间他们都会有军演，对，都会有联合训练嘛。不是巴基斯坦到中国大陆去，就是中国大陆会派飞行员到巴基斯坦。那这样子的训练，其实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巴基斯坦是对中国大陆的空军来说，对解放军的空军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因为巴基斯坦它有美制的 F16，它有美制 F16，而且巴基斯坦很多的飞行员其实是受过美国的训练，因为在过去阿富汗战争期间，其实巴基斯坦就是美国的反恐的盟友，所以其实，在某一段时间，巴基斯坦跟美军走得很近。那就这一点来说，其实巴基斯坦在挑选装备、武器装备，或者是选择武器装备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没办法理解，但它很多是用美军的标准。是。那如果就这一点来说的话，不论是从巴基斯坦跟成飞合资的骁龙，它的这个武器装备的性能水准参数，以及里面对设备的要求，以及对这架战机要求，基本上就是对比美国的飞机，甚至你连移交的文件都必须要完全是按照美国的空军的要求呢标准 SOP， 甚至所有手续比较清清楚楚，条列项目必须要达标。那歼十，后来巴基斯坦之所以会采购歼十，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歼十的基本的性能，因为巴基斯坦原本是想要选择 F16，因为它本来就有 F16机队，只有美国不想卖给他。那而且好像 F16被限制说不可以用在跟印度的交战上面，印度的交战上面，所以巴基斯坦后来就不可能选择 F16，但是巴基斯坦对歼十 C， 我们知道后来采购歼十 C， 对歼十 C 的要求是不低于歼16的所有的性能，而且要求的更高，就 F16， 对，不低于 F16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可以理解说，其实我们当初知道巴基斯坦采购歼十 C 的结果定案，其实我那个时候就修正过一次，因为我原本其实对歼十 C 的战力的评估其实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巴基斯坦确定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我基本上我就把歼十 C 的性能跟能力已经拉到跟
F16，至少 CD 这个机型水平以上，因为原本巴基斯坦想买 CD， 那他最后没有买 CD， 而是选择歼十 C， 你就可以知道，基本上它不低于歼十 C。再来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解放军有霹雳15，对，而美国不可能卖给他 AIM， 其实后来知道 AIM-120是灌水的，巴基斯坦也很清楚，所以后来他们很重要的选择当然是霹雳15这一款飞弹。霹雳15是我们应该怎么讲呢？就是美国人负责做 PowerPoint， 而中国大陆的军工负责把它做出来，就是美国人负责这个来向世界说明这个东西多好用。对，那但是大陆的军工体系是把它真的做出来了。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最重要在 AIM-120的改进型，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就是要解决距离的问题，射程的问题，那解决射程的问题，其实射程单独论到射程，你要飞弹打远其实没有问题，是，你只要燃料多，飞弹够大，其实射程并不是问题。但是现代的 BVR 远距超视距空战，其实不单单只是射程的问题，它牵涉到飞弹本身的弹体性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飞弹在击中，当飞弹从飞机的机翼底下发射出去，一直到击中目标中间这个过程，它是有飞行的过程。对，那它的飞行的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它的燃料，火箭发动机固体的燃料。那为了在最短时间击中目标，所以一点火以后，燃料一定是很快的时间就烧完，大概就是10几秒、20几秒，燃料烧完以后，飞弹就是靠着之前得到的动能惯性飞嘛。那当飞得越远，因为远距空战有时候就是到80公里、90公里以后，飞弹的开始没力了。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目标是在80公里、90公里以外，它做一些机动规避的动作，飞弹会跟不上飞机，你就追不上它了，所以飞弹就会脱锁，飞弹就会出去。那所以你即便你把射程拉得很远，那代表说你可以飞很远，可是你动能衰退的这个问题，你到末端，尤其越接近飞机的时候，动能衰退的问题没办法解决，那飞机还是很容易脱锁，所以美国才会提出双脉冲。双脉冲的意思就是，那我原本放冲天炮一样，点了以后咻，然后就烧完了。那我可不可以分一段一段来燃烧？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就点加速段，让它飞弹可以很快的加速，那可以满足中距离的需求，因为它可以很快达到加速度。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对比法国的流星，这一点就非常特别重要。就是它很快的加速之后，那接近目标，摧毁目标。这时候有没有就是你在中距离有没有第二段点火，其实问题不大，因为那时候飞弹的动能还在，它还没有完全衰退。它在中距离的范围，对，它在中距离，但是真正问题在远距离。所以当飞弹到远距离，你的目标还是持续在机动。这时候，霹雳15上面的飞控，就是它的飞弹是有控制系统。那控制系统开始侦测自己动能速度在衰减，然后它会预判，就是我的不可逃逸区域已经没办法接近，你追不上我的目标的时候，它会点火第二级。点火第二级，它是不是要重新得到动能？对，这时候它的不可逃逸区等于又重新向前延伸。那你的敌机在机动在逃逸的时候，在做机动的动作，在规避的时候，你可能原本的动作你可以规避得掉，因为飞弹的动能已经没有了。可是因为霹雳15它有第二级点火，它第二级点火让它后面的速度更快，而且还有足够充沛的动能可以来面对战。因为你战机不管怎么机动，你机动不赢飞弹，因为飞弹可以飞弹的转弯可以到10几个 G，你飞机是不可能负荷不了。对，但是一般你如果单击的话，你可能已经到末端，飞弹虽然它想要10几个 G， 可是它的动能已经没办法维持，它已经做不到，所以就会脱锁。那霹雳15其实它的优势是这个，而
这个是原先美国提出来，但是美国没有做出来。那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来，其实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这种看起来这个概念很简单，就这个概念很单纯嘛，就很多对空战、对超视距空战有研究的专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好像我冲天炮接2节就好了，对，接2节。但是它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它真正的问题出在，因为你是在燃烧室里面，在飞弹的燃烧室里面，你燃料要区分成2段。你第一级在燃烧的时候，这个燃烧室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跟高温。那当你要第2级燃烧点火，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阻隔嘛。那你第2级点火的时候，这个阻隔的东西就把你堵住，就是你的喉咙被掐住。所以这个材质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知道霹雳15这个飞弹的研发团队，它很成功的解决了这中间这一段我们叫 PSD 阻隔层，是它成功的研发出来了第1级燃烧室跟第2级燃烧室中间的这个阻隔的。那这个中间阻隔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讯息是，这个阻隔层它是一种特殊的陶瓷材料。是，那它在面对第1级燃烧室的这个方向，可以承受非常高的温度。那但是它在第2级燃烧室需要点火的时候，第2级燃烧室这边的点火燃烧的温度可以从另一面很容易的就让这个陶瓷阻隔层粉碎，碎到很小的粉末，所以它会跟着尾流一起喷出飞弹之外，那就会成功点燃。是，那这个很难，因为一面要这个高温，一面要快速被烧掉，对，这很难。那美国就我目前知道，美国到现在还没突破这个部分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简报有，但是迟迟一直没有看到。就是中间其实相关的技术，其实我觉得美国要完成这个并不难，但真正难的是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是真的很难。因为它要的条件太严苛，它一方面要承受高温高压，另外一方面它又可以让我要点火的时候，这个阻隔层可以快速的粉碎，然后烧死掉，这很困难。是，听起来真的确实不容易哦。因为正常我们想的好像那种火箭一样，就是你把后面的丢掉，然后再点燃下一段就好了。对，它其实更难的部分，其实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霹雳15这颗弹，它的研发过程真的是会折磨死人。我们刚刚看材料是一个部分，对，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我们刚刚讲的，当然很简单，就是我的惯性动能快要结束之前，我点火，对。但是这个点火的时机其实是跟你的整个雷达探测的精细程度，以及你的飞弹本身的计算能力是有关系的。你太早点火，那一样还没追到目标就没力了。对，太晚点火，那你多的这个动能就等于是额外的浪费掉，你没办法延长你的射程。所以其实真正难的是这中间的计算过程，你如何把它最佳化。所以感觉起来很像说，那我双脉冲发动机，我就是顶多我就多加了1级，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并不是，多加1级，你所有问题都是你2次方就是你要2次方以上的一个发散函数，你要如何把它收敛回来？那这个是很难的。也就是我们在看霹雳15这颗飞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那但是你突破这些东西以后，其实如果我们说代差，其实是应该是说霹雳15这颗飞弹，它本身对法国阵风，当然印度本身并没有流行，但假设它有流行的话，我觉得也是，它不是同一个等级，因为我们知道飞弹的推进体系其实后来分离了2种不同的体系，一种就是固体火箭发动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包含俄罗斯的 S300或者是其他美军的，对美国自己都走固体火箭发动机，但另外有一个分支就是去走冲压发动机，像法国的流星它是走冲压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它用的燃料不是固体燃料，它用的燃料就是跟我们的航空没有，它等于是有一个像液体一样的，它就等于是一个发动机，就是它的推升段的火箭把这颗飞弹加速到可能突破到音速的2倍音速
2.5到3马赫之间。那空气的压力会把空气压缩进那它的特殊进气道，会让空气加压升温，然后就足以点燃。那这个就是冲压发动机的原理。好，那这当然，因为它不是固体燃料，它是用液体燃料，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它的油箱装的够多，这个飞弹就可以打很远。所以为什么法国流星这颗飞弹号称打400公里？我觉得还客气了，你这油箱装多一点，800也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说，你不是巡弋飞弹，你是空导弹。对，空导弹它有非常多高速机动的部分，而且它有一个空导弹，它有一个硬需求，就是你从静止状态加速到4马赫要花多少时间？那这个当然固态火箭是比你的冲压发动机要快太多了。然后再来就是冲压发动机，如果大家去看法国的流星这颗飞弹，它的冲压发动机是已经最佳化，但是它做成一个倒 V 字形的那个入口。它就是想要尽量避免。就是当飞弹在高居进行机动的过程，你会带来一种效应，就是空气会从那个空气的层流会从进气道剥离，就气进不去了。对，因为它会呈现一个类似接近真空，因为因为你是高居嘛，空气就会被甩出去。但是你进气道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形成空气接近真空态稀薄，所以它发动机没有空气就燃烧不了，它会咳嗽。那严重的话，可能发动机会熄火。那就算是比较轻微的话，也会影响发动机推力。所以这会导致，就我们在评估，就是当然它的像这种法国流星这种火箭，它的好处就是飞弹它的好处，它可以打很远，它爱打多远打多远，但是你到末段跟飞机接近，飞机在做规避动作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带着这样子的速度，去追上它？对，追上它，尤其在高居移动的时候，你很容易转着飞弹就掉。这流星在当初在法国做测试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这样的案例，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好了，即便这次的空战，当然有人会说啊，印度因为留有后手，所以巴基斯坦甚至，但我不是这样子认为，就是在这场空战里面，印度也是尽全力，但是很抱歉，就是第一个飞弹有代差，就是巴基斯坦的手比较长，那第二个就是巴基斯坦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现代的空战体系在跟印度的空战体系碰撞。是这个老师就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人把这一次的空战称之为是21世纪的珊瑚海海战。那帮大家这个回忆一下，珊瑚海海战其实发生在2次世界大战，是大概在1942年的5月4号到5月8号发生在这个太平洋的珊瑚海附近的战斗。那这个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它是呢在传统海战上面第一次双方的舰队根本没有看到对方，而用空中的飞机的这种机动力量来作为决胜负。但其实这一场战可以说是平手啦，因为双方各被打沉掉一艘的航空母舰。但它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它让这个日本的舰队这个翔鹤、瑞鹤受伤，所以他们后来没有跟着去了中途岛。要是再多那2艘航母，那可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情况。珊瑚海海战，它在军事理论上面的价值，就是它是第一次改变海战的方式。过往海战的方式就是大舰巨炮，所以大舰巨炮你必须要在目视范围里面互轰。但是珊瑚海战之后确定了，就是海战可以发生在双方看不到的情况底下。那这是完全不同，就是你在军事理论跟模型计算，它是一个完全，就珊瑚海战之前跟珊瑚海战之后，整个海军发展的格局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我们这次看印巴的空战，这个大概是我们最能够这么近距离贴身观察到，就是 PVR 远视距空战。当然，超视距空战其实在美国越战末期其实就已经有人在提倡了，就是美国认为那个将来就是可以不用装配机炮，就是都是飞弹，但是受限于
理论跟现实的这个跟早期的 F4 幽灵4就是有发展有关，就是一开始的幽灵4没有装机炮的，对，因为他根本认为说 F4其实就是一个空中的飞弹载台，他只要需要发射飞弹就好了。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还是会被米格17咬上或什么。这是一个模型的，因为当然我们就数学模型的建立，的确就是如果在合适的范围，在有足够的技术实力支撑的情况底下，其实 F4幽灵4的模型是对的，它的模型是对，但它必须要有个前提，就是你的武器跟你的对手之间必须要符合一定的原则，再来是你的一整个体系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超视距空战，其实那时候的人没有想到太多，就是你即便可以发射飞弹，可是我们想一个情况，今天2架飞机对头，那你在很远的地方打了长程的飞弹或中距离的飞弹，之后你虽然看不到对方，可是你飞弹打出去了，但是你还是必须要维持，因为飞弹需要照射，所以你还是会继续对着对方的方向飞。因为它早期，比方说像响尾石是用热源在追，那麻雀是它有一个雷达波照射半主动雷达，所以它还是你必须要雷达持续照射。但那个时候就是设计跟理论很天真，就是觉得那只要我维持一段距离的照射，那飞弹就循着这个轨迹去就好啦，那我飞机就可以走啦。事实上，你飞机一走，飞弹就掉。所以它还要某种很像以前那个 dog fight 一样，还是要咬住对方这样子。对，就是虽然你很远，但是其实你还是必须要咬住对方，咬着，但是你重点咬着，对方也在前进，你也在前进，你就会真的进到 dog fight。是，这就原先的预想是飞机不需要接近到缠斗，我理论上我打完了以后我就走。可是因为那时候飞弹的技术跟不上这个想法，真实的飞弹在打出去的时候，你必须要，你就跟放风筝一样，你还是有一根线拉着它，但是你在拉着这个线的时候，你不能偏离一定的角度，因为你只要一偏，飞弹就脱锁。对，所以你为了让飞弹命中，于是你就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大家要记住，敌机在向你接近，你也在向敌机接近。于是飞弹还没击中敌机之前，你们2个可能就已经你又进到对方的目视距离了。于是你不想缠斗又缠斗了。是，而且你在咬住的过程也容易被对方攻击，其他的敌机有可能攻击。对啊，那对方只要不是笨蛋，因为他也知道你飞弹发射了，雷达看的，然后也知道你飞弹发射了，那你要不然就是维持这个角度，他要打你。那他打你，你就必须要脱离飞弹就脱离。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后来在越战之后，空战的编队为什么会流行，会实行，就会开始流行双机流动编队。就是你双机流动编队的意思，就是当有一架，如果你的前面的长机被锁定了，飞弹对你发射，这时候僚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要从旁边绕过去。你就算是用武器系统、用射控的雷达的信号去照敌机都好，让他害怕，他只要一掉，那飞弹就脱锁，那你就可以救长机。那问题就是你的敌机一机动的时候，长机继续往前冲，它原本是目标，它只要继续往前冲，它很容易就咬到你的尾巴。所以你就飞弹发射，你偷鸡不着，你还被2架围攻。所以在那个年代是这样，因为技术跟不上。但是像霹雳15这种飞弹出现了以后，就完全它就改写了这样子的模式。也就如果你还是用以前越战之后的这种 BVR 加近战缠斗的模式来套用这次的印巴，你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你没办法，就你算不出来巴基斯坦为什么可以击落阵风。对，因为你得不到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专家为什么很困惑？其实因为旧的模型你没办法套到新的方式，而且这是印巴的空战，它不单单只是歼10C跟霹雳15的问题。它是一个体系的作战，所以你对抗的是一个高墙。是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有人说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所谓的体系化空战。那这个是我网络上找到看到什么美国空军大学的空天力量所指出说，当探测距离突破500公里，导弹射程跨越200公里的门槛，
那传统空战的格斗将彻底沦为历史陈列，这是美国人的说法。可是实践呢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战当中，那他们就谈到所谓 A 射 B 打等等问题，甚至包括很多人在讲说，可能印度方面的飞行员都没有发现自己被飞弹锁定了，他就被击落了。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有太多这类的文章，但是就我自己本身，因为我的手上的资料不是很多，所以我没办法肯定说美国空军大学讲的对不对 ，A 射 B 岛这个讲的对不对，因为目前的证据都不足以证实。但是我目前从巴基斯坦公布的讯息，或者从印度流出来的一些照片，我们大概可以还原重建一些当时的情况。那我觉得这跟 A 射 B 岛或者是那个岛没太多关系，对，跟导弹的射程都不是决定的因素，而决定的因素应该是整个空战体系的运作跟执行。是。那我们在常常讲体系，什么叫体系？体系的英文叫 system， 就是你一个系统是如何运作。那我们要理解一个更完整的空战体系之前，我们先把它 break， 就是先把它拆分成更小的东西。那如果以一个完整的空战体系的最小组成、最低阶的层次，就是人跟装备之间的体系。这牵涉到你设计这个武器装备的设计的概念、你的科技的能力、你的制造的实力，以及你本身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概念化成真实的飞机。那去让飞行员可以在我预想的最佳的情况底下去驾驶这架飞机。那我们如果当到这个程度的话，歼10C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机的体系概念。我们知道歼10C，你这架飞机你把它拿出来，它没有一个单一的能力特别优秀，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一架在空中执行任务的飞机，其实它因应不同的任务以及不同的情况，其实需要不同的特质跟特长。比如说我们看 F1动视，F1动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就是一个装了翅膀的火箭，飞行铅笔。对，它的拦截速度很高，为什么？因为它起飞以后呢，就是沿着一个方向直线加速，你叫它去做什么转弯什么，它转一圈可能半个台湾。对，它的转弯性能很不好，但是它加速性能很好，它可以做高空拦截机，因为它起飞以后就直接往那，因为它就是一颗火箭。你要这样子的飞机去做其他的什么对地攻击啊，那个想都不用想，因为它很难办到。是，那这就是飞机设计特性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如果这样子看歼10C很像这个如果我们把很多重要的特质用六边形，歼10C它就是个六边形战机，你很难去挑剔歼10C的某一个地方不足，但是你也很难找到歼10C某一个地方特别的优秀，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很多的抱怨，比如歼10C的腿太短，它飞不远，但是歼10C可以执行的任务又很多，就是如果我是巴基斯坦空军的，我都舍不得不用歼10C这样的飞机，因为太好用，因为它可以满足一个中等国家在解决空战这个部分大部分，因为尤其在完整的体系里面。那我们讲空战体系的最底下这一层就是人跟装备之间的体系。那歼10C很好的完成，就是你设计不好的装备，你这个体系就已经崩掉一个角。好，那再往上，但你完成了人跟装备的作战体系以后，接下来你要完成是装备跟装备之间的作战体系。什么叫装备跟装备的作战体系？我的预警机跟我的载空机之间，我还要用无线电喊破喉咙，就是太麻烦。是。所以装备跟装备之间，它必须要完成一个作战体系。那这次巴基斯坦其实他们丢出来的讯息里面藏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你真的有去看细节，大概都会知道，巴基斯坦刻意的公布了一些资料，巴基斯坦刻意也保护了一些资料。我们知道这场空战一定有电战飞机，是，但他不会特别去讲，因为这是他这次空战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不会特别讲。霹雳15让你们知道没关系，因为已经残骸被捡到，反正你也捡到残骸了。对。但他这次我们去看所有巴基斯坦对外的公布里面，他不会跟你讲电战的部分，电战很重要，预警很重要，
空中指挥跟地面的防空体系联动很重要，而这些他都不会讲，对，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人跟机器的体系，那同样的防空系统一样有它人跟体系的人跟装备的问题，电站有人跟装备各自都解决完了以后，接下来要解决装备跟装备的问题，所以他们在空中会织成一道无所不在的网，而这个网其实最后做成的东西就是它有太多工具，它有一个大型工具箱，它可以因应目前的威胁，指挥官就有足够的工具可以使用。那这是装备跟装备的部分，再往上走，就会是装备跟部队或者装备在战场上面成体系的问题。那装备可以连结了，但是装备要知道如何帮助需要帮助，我如何发挥优势出来，就是我的电战机可以跟预警机可以跟监视器构成连线，而这个连线的结果，也就是监视器也许看不到这个方向的阵风的飞机，但是地面的防空雷达、测高雷达或搜索雷达已经看到，它等于是补了监视器这一段，或者预警机已经看到，而且预警机已经知道，从右边来了一批印度的飞机，它刚加入的，那你的监视器已经没有办法额外去应付这边的时候，那怎么办？电战机会去压制这一批新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工具你可以开始转。就你从有工具到可以用工具，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那这就是一个目前解放军的，就是我不能讲解放军了，我没有证据可以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巴基斯坦空军它目前已经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整套体系化的空防体系。对，但你这样的体系去撞到没有的体系，那就会有很大的代差会出来。那所以说这一次当然是这个等于说大家都在讲说这是首次的这个体系化空战了，那也确实等于某种程度上杀了这个印度有点措手不及。可是我看台湾有一些评论也觉得说，没有印度实力也不差，印度的这个装备很先进啊。有些人就谈就说，其实不是装备不好，比方说法国的飞机不好，或者说这个俄罗斯飞机不好，是印度水平不行，士兵水平不行。甚至我看到有的这个评论还讲说，这个 F-16啊。它是这个很棒的这个空中缠斗战机，如果对上了歼20啊，歼20缠斗还不一定赢 F-16。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这些评论。我最近在看太多这种评论，然后我觉得要一一去讲这些论点，真的很麻烦。因为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直接从逻辑，就你看合不合逻辑。就我看过一个昨天看过一个比较夸张的论述，就是印度这次只打算在自己的境内做远程的对地攻击，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挂空导弹。所以巴基斯坦偷袭印度是胜之不武，因为印度根本就没有准备。你拜托，第一天的照片其实就已经有拍到鱼母飞弹掉在地上，那鱼母是对地的嘛？就你真的去认真你就输了。但是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体系，我们必须要先理解一点，第一个，印度的空军弱不弱？对，印度空军不弱，因为在第一次的印度跟印巴的空战争里面，印度空军是一面倒的压制巴基斯坦，印度空军不弱。当然你个别部队或个别，就印度经常掉飞机啊什么，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锅其实你不能丢给印度空军去背，因为没有一个飞行员上去是想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所以每一个飞行员离开地面上去的，他一定是全力以赴，因为你不会跟自己的命开玩笑。那有很多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有特殊背景的关系，或者是某些发动机加了咖喱，可能味道会比较特别。但是另外，因为那是文化上面。那你说印度有没有体系？印度还是有体系啊，因为他也知道要买，他也知道要买预警机，他也知道要买以色列的无人机，甚至他也知道买以色列的电战系统。那他也有费尔康的雷达的体系。他该有的东西，苏30 MKI 不是不好的飞机。那阵风更不用说，阵风号称四代机以上没有对手，它不是一个很不好的，它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它其实也是阵风也是一个不错的飞机。
那为什么在这次的对抗底下，为什么战果一面倒？那其实我们必须要看，因为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去介绍体系这个事情。那我们必须要说，在印度跟巴基斯坦两者的体系对比，印度的体系其实不只差了一代。那印度在构筑它的作战体系，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它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最好的。都买最好的，对，他都是这个领域里面最好。他可能，他认为阵风是世代机里面最强的。那他可能有很多，比如说他的地面的防空雷达可能也不差。他可能有很多都是因为印度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得到嘛，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那最好的东西跟最好的东西不一定能够搭得起来。对，这个就是很大的麻烦。就有时候你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可是你可以搭出一个更好的体系出来。但是你所有东西都很好，那其实你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我把空军最聪明的人全部集合在一起，结果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光吵架都吵不完。这就好像那个 NBA 那个湖人队曾经组过最强的 F4团队，对，可是就组不起来，整个球队因为球只有一颗啊。对。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体系？体系就是一个 teamwork，它其实是一个团队的结果，就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而一个准备良好的团队，是可以击败，就是可能你球技都很好，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隔壁在干嘛的一支球队。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这个等于大家会把这空战的里程碑可能再往前推进的一次这个经典空战啦，未来一定大家是探讨的案例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探讨，就是说，其实这次我们也邀请这个邱老师来，本来我想放在最后面，可是我看很多人可能已经等不及了，就因为看到邱老师在这个脸书上面在谈哦，就说，您看了这个“一带一路”以及这个所谓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这两句话，您最近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想法，我不知道邱老师是什么样的想法，在怎么重新再看这个“一带一路”跟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接了一个智库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写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其实最主要的针对的方向，其实针对伊隆马斯克，他不是把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上任100天之前就把国际开发署干掉。对，那这篇论文最主要是要评估这个国际开发署，就是之前他的过去有获得什么东西，以及它的结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冲击。那我的论文是写的，那在写这个论文过程里面，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资料、收整资料。那我们在收集跟研究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开发署是在甘乃迪的手上成立的嘛。是。那其实，在甘乃迪之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马歇尔计划。对，重新就是援助欧洲，重建欧洲。然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其实美国还有陆陆续续很多针对就很多不同的单位，他们都有不同的计划报到国会去，要了很多的钱，而这些计划可能有的重叠，有的还互相扯后腿。那甘乃迪总统上任了以后，觉得这样子不行，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间点，1961年的时候，刚刚是美苏冷战最高峰的时候，而那个时候苏联正在快速疯狂扩张。那甘乃迪有一个很重要的幕僚，就是一个经济学家。那他跟甘乃迪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不对抗的情况底下打赢冷战。然后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援助。这看起来很矛盾，对不对？但其实是援助。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苏联跟美国在跟苏联竞争，就是等于在全世界在抢盟友。那苏联抢盟友的方式，第一个给钱，第二个给军火，第三要控制。就苏联的军火不会白给，苏联的军火是在控制的条件底下给援助，给金钱，给粮食，给军火，但是你必须要把一部分的控制权让给苏联。那这位经济学家他看到一个很重要对比的，他就说我们美国援助你们，不求回报，是 ，but，对 ，but，当你们国家慢慢的，就是慢慢在我们的喂养底下，你们自然就会就会依附到美国的这个，有点像依赖理论一样，开始依赖了，对。那为了
重新为了把援助这件事情做成国家战略，于是就成立国际开发署。国际开发署其实是整合了之前美国国内有几个大的负责援助部门，比如说第4点计划，还有什么共同防御、共同合作，就很多办公室全部整，后来这些全部都取消掉，全部都纳到国际开发署。那一开始的时候，国际开发署瞄准的目标也很明确，它就是针对落后国家以及开发中的国家，然后从基础建设，大家都忘记，因为大家要习惯看到现在的国际开发，其实国际开发署最早它就是四处盖水库，做基础建设，然后当我在研究分析到这一段的时候，忽然就闪过了一点，就是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是跟“一带一路”，但是“一带一路”的本质上又跟国际开发署本质不是，国际开发署它是一个在冷战对抗底下必然会产出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它在跟苏联的扩张对抗，所以它必须要用它的方式去回应这个扩张。但是“一带一路”其实它是在跟这整个时代对抗。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这10年，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剧烈变化，有很多的骚动。那在以全球化的名义里面，西方的资本不断的在加大掠夺或者是压迫这些还没有开发中的国家，甚至落后地区国家的生存空间。那“一带一路”的提出，其实我觉得就某个层面来说，其实它是给这些落后开发中国家一个机会的窗口。它是一个窗户，让他们可以看到，你们国家，你如果努力，你们国家按照这个方向，你也可以走到像我们中国这样，中国过去也是从你们这样子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他的思维，他告诉大家的示范成本是这样。那当然很多评论都会觉得“一带一路”它是一个以经济为目标，然后让中国大陆过多的产能去消耗。我过去也信这一套，然后我在看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在边看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很多。我后来想到，其实我们在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我们必须要讲，国际开发署里面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抱持着这样，只是到后来，国际开发署变成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的工具，因为用太好用了，很多国家就是你把它包装成善良善意的援助的情况底下，你很容易把这个药吞下去，但是吞了以后，美国人就会开始慢慢要你付出代价，但是我们看“一带一路”的这些已经接诸，或者是我们看成功，或者是已经进行10几年，那看到这些过程里面，中国有没有要这些国家付出代价？没有，我觉得中国很吃亏，可是还是傻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你说中国可不可以在这个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里面得到利益？当然可以啊，不然你没有利益的事，你没有利益的事情，为什么要做？但是中国在这个推进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慢慢去实践我们传统价值里面最高的一个，这任何中国人或任何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摆在最高的位置，就是4个字，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对，但你在天下为公的这个目标达成的过程里面，你也让你自己得到好处。但很多人会讲说做这么抽象，我们又不是慈善在做，但是你必须要想做这些事情，其实你也在为自己做，因为当这些国家长大了以后，他们听得懂中国的故事，他们也可以看懂中国的故事，也许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会想成为。就会想循着中国的方式去成为一个像中国这样他会去找到中国如何成功的。这有点类似像那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对应到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前一段时间他会一直讲说要如何说好中国故事。对，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说中国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慢慢让他们理解中国，让他们懂得他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努力，也许他们达得到，也许他们达不到，但是有一个他告诉他们说，你并不是除了西方的这一套可以抄以外，你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作业可以抄。那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是什么，那是你自己努力的程度，但最起码我们证明了一点，就是
你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这个主流价值的方向，一样可以带到你成功。这就像1961年甘乃迪总统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听他的老师这样子跟他介绍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要让这些落后跟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这些落后的地区的国家，知道他们可以有一个选择，不同于苏联的苏联共产主义式的选择。那他可以选择我们的方式。是，所以他提供了这样的但这个思维最后帮助美国打赢了冷战。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用同样现在这样的话，大家回过头来看“一带一路”，你都不应该轻忽“一带一路”在战略上面所能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它远远超过我们用言语能够说的，因为它真正带来的感动是在这些受到援助国家的人民的情绪上、精神上。那也许这些人，当然你会讲说这些人不一定知恩图报，他也许是白眼狼，养大了以后会咬你自己。可是当然有可能，那也是之后的事情。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而去放弃一个对中国这么有利的。为什么？因为10个国家，你只要有3、4个成功了，这3、4个成功的国家都会成为中国很好的朋友。那你朋友越多，敌人越少，不是很好？是，对，而且他某个程度上也是在朋友越多，就孤立了你的敌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它并不单单只是一个，就很多人的误解，它是一个经济基础建设计划，也不是。但你如果去回想那一天，就是那一年夏天，甘乃迪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所面对的问题、面对的挑战的时候，他要思考的东西是什么？你必须要在策略上面，这才叫做策略。你必须要在策略上面决定了很多是未来10年、20年、30年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样的，我觉得在想定“一带一路”的时候，这些在中国会去为国者谋的这些人，其实他们脑海里面想的应该也是这些东西，而不仅仅只是经济上面这个层面我们所看到的，远远比这个更深远。是，那就很有趣的是说，现在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想的是怎么用关税来教大家交钱给他。他以前的当初的想法是说，我们去照顾世界落后的地方，现在不是管你先进落后，你怎么把钱给我，这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战略上面的改变。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去看很多这些小的细节，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大的趋势已经在改变。是这些趋势压的美国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的老板不得不改变，因为这个趋势在改变。那同样对中国而言，中国所面对的挑战，这个趋势也在改变。就是你从以前的单极超强，现在中国必须要承担，中国不管你要或者不要，中国必须要在未来在世界上面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那你要去如何因应这样子未来的改变？这就是很多人讲说你中国大陆应该韬光养晦，就你是一只大象坐在那边，怎么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不了吗？时间点已经过了，你现在就告诉别人韬光养晦，别人也不相信。对，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最后来请教一下这个邱老师，就是目前俄乌战场上的最新状况，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好像跑去跟了欧洲几个主要国家领袖坐下来这边聊天啊，看起来照片拍得还不错啦。那就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未来这个俄乌所谓这个停战不停战，或者和平协议有没有可能达成呢？那包括刚好这阵又刚好是这个俄罗斯的胜利日，然后刚好的这个纪念，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目前俄乌发展的一个情势。目前最新的情势，现在就是在外交场合比拼的比战场有趣，就打得更激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时候，29个国家的元首一起去参加嘛。那同一个时间，英国、法国、德国、波兰，4个国家一起齐聚在基辅，那跟泽连斯基开会嘛。那这4个当然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要求诉求，各自有不同的形式，但总的来说，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欧洲要求
俄罗斯立即停火，因为他们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泽连斯基提30天停火，但没有提30天停火是停哪些火。那反正就是从5月12号开始停火。如果俄罗斯不接受的话，欧洲跟美国会联合起来对新一轮制裁，对，会有新一轮的制裁，会提供军火。但是在新一轮制裁里面有一点特别奇怪，我昨天特别去翻译在这个目前酝酿中新一轮制裁里面有一条，就是欧洲不排除封闭北溪2号管线。你不是已经炸掉了吗？你这有点像那个，你就把人枪毙死在地上，但为了满足泄愤，所以又赶快把他拉到那个加护病房，把他救活了以后，然后再开一枪。这就好像如果今天川普宣布是说，我们不排除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其实现在已经禁运了，对，已经禁运，就是其实就一样。所以听说前阵好像有一个新闻说，目前美国靠港的中国商船居然呈现0，对啊，有史以来的数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就当我们在深入的观察，你是深入在追踪目前欧洲或者是美国发生的这些新闻或者这些事件的背后，有时候你真的是，有时候你要心智很坚定，你知道，不然你真的是不知道如何看这些人耍宝下去。这是一个。好，那当然对，这是欧洲目前提出来最新条件嘛，就是无条件停火。那你知道胜利纪念日的停火就是8号、9号、10号嘛？那昨天11号已经开始恢复攻击。那欧洲提出来是今天12号要停火，但目前看起来普丁没有理会这个。普丁的说法是什么？普丁的说法，我无条件的会跟乌克兰会谈，但是请在5月15号我们伊斯坦堡见。对，因为普丁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你不能只谈停火不谈谈判背后的事情。普丁的要求是我们先谈再停火。那欧洲是我们先停火再谈，所以这两边的差距就很大。那对美国来说，美国已经拿到他要的了，所以你们要打后要谈，反正他就是嘴巴上面占你便宜，美国也不会有特殊的。为什么？因为该卖军火他还是会卖，反正乌克兰卖身契也签了。对啊，反正只要有人付钱，你要买我什么，我就要能卖的我还是卖。所以其实普丁也很清楚美国的态度是，美国也并不是真的像他嘴巴一样讲的那么在乎和平或不和平。所以普丁一贯的策略其实就很简单，普丁讲的东西从1年前到现在，其实讲的东西一模一样没改变。就我们回到伊斯坦堡协议当初已经谈好的部分，接下来继续谈。你满意或者是不满意，你总是要有一个框架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谈判的框架就是在伊斯坦堡。所以昨天普丁跟埃尔多安打电话，埃尔多安就说我们愿意提供场地 ，do everything I can， 就是我愿意做我任何我可以做的事情，只要有贡献。所以提供场地5星级饭店没有问题，舞台已经搭好了，所以现在就是看那，因为欧洲所谓的30天停火之后再谈的意思，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谈判的时候，就是欧洲跟乌克兰跟俄罗斯一起谈。那俄罗斯就很简单了，你是什么东西？你又没有买票，你还要上餐桌。所以普丁提5月15号伊斯坦堡谈，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单独谈而已。对，中间顶多就是土耳其坐在那里当中间人见证。对，见证人。那其他谈还是这样谈。那么欧洲现在就是千方百计想要上餐桌。也就是他原本做儿童桌嘛，他现在想要千方百计想要做主桌，所以他会去提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讲，就是在接下来这几天一定会有很多在外交上面的交锋，但战场上面实际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已经在为夏季攻势做准备。那我们目前预估啦，就是目前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推测一直都是准的。那我们目前的预估大概是5月底到6月初会有夏季攻势，就像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有讲嘛，就不会有春季攻势，所以也是完全按照我们的预期在走。那我们会预期夏季攻势可能会是开战以来俄军进攻意图最旺盛的一次。那也有很可能在这次的夏季攻势里面彻底把顿巴斯的东部的战线的乌军防线给
摧毁掉士气给摧毁掉，因为停战开战，停战开战，其实对前线的士气很影响很大。我们昨天已经看到很多各个不同的战线，其实都可以收到一些资料，就是其实乌军前线士兵厌战的气氛正在慢慢上升，已经跟去年2023年差很多。那也有可能就是今年夏季攻势的规模可能会是过去俄罗斯并没有这么强烈进攻的意图，但是夏季攻势我们目前看起来各个地区的部署都带有非常强的攻击意图。那这几天好像乌克兰也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反攻，效果不大，就是一样，它还是持续，因为我们看到，为了有筹码嘛，所以还是持续不断的想要从库斯克的方向、别尔哥罗的方向要进攻，但是如果他不改变作战的战术啦，就是还是持续用目前作战的战术，我就不认为成功几率很大，送人头而已。对，但他们还是持续表示我有 activity， 就是我有行动，但是我不认为你还是使用目前这种方式对俄军目前的防线有任何撼动的效果，我不认为是。那邱老师认为说夏季攻势会以红军城为主要目标吗？我们应该这样说，其实主要目标应该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红军城跟康斯坦丁诺夫卡它是联动的，是你不能单独看康斯坦丁诺夫卡，你也不能单独看红军城，因为这两个会形成联动。我们看最近这2天，其实俄军在切割，就是在康斯坦丁跟红军城之间 T10504公路的中间这一段，俄军已经在突破，它就是要切断康斯坦丁诺夫卡跟红军城之间乌军的机动防御空间。在夏季攻势开始之前，先把它切断，那后面要处理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是处理红军城？乌克兰的机动空间就会受到很严重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其实这一段时间，其实俄军进攻速度跟进攻的力度最大的，其实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内线。是，其实很多时候谈判跟战争是互为手段啦。就他要再给乌克兰施压，然后再你没有军事手段做准备，谈判你谈不出结果。但是你纯粹只是军事手段，没有谈判，战争又结束不了。大家必须要理解，我们现在在看俄乌战争，其实它已经进入到下半场。而下半场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从之前的抗美援朝的末期到越南战争，比较独特的情形，其实伊拉克战争跟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是因为一面倒，所以也没什么谈判，就是美国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说没有什么谈判。那阿富汗是美国想谈判也找不到人谈判，所以我们不能用阿富汗跟伊拉克的这2场战争来比拟。但是人类一般正常历史里面的战争的周期，其实到后面就是假以军事手段的外交谈判，最后结束了这场战争。是，那最后几分钟啊，跟这个邱老师聊一个花边话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前面看了印巴空战这个一面倒的情况，最近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空战一面倒，就是美国这个杜鲁门号在这个红海也发生了战争，结果呢，好像没有交战，但就损失了好几架大黄蜂啊。听说这个舰长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人 ，Triple Kill， 这个舰长很有名，这个舰长。他在美国国内媒体的人缘很好，因为当初在红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忘记他是哪一艘野航母，他杜鲁门吧，是不是？杜鲁门号的航母的舰没有，他在杜鲁门号之前也是航母舰长。是。那因为在红海就是跟也门湖上武装的冲突，那他很乐于上跟媒体分享，很乐于接受采访，所以他经常性，他是一个PR 做得很好、很成功的舰长，所以在美国，其实美国海军其实对他其实有一些声音，可是因为长官喜欢他嘛，然后他又很会摆派，那对，但是就是只要他担任舰长，那个舰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很离谱的事情。所以我最近在追踪这位舰长，那之前因为他几乎每天发推特是，然后。我开始盯上他之后，然后至少这几天都没有在，因为很多人不是我之所以会盯，因为我看其他的媒体有人
都在追他的 Twitter。对，因为有一些现在 X 对 X， 因为有些人对他这种做法，不是，就尤其是美国海军自己本身，他觉得这个舰长做就做太过头。但是你的管理，虽然美国航母的舰长本身不管飞机。是对，那因为飞行队是飞行连队是飞行连队，但你管的是航母，但毕竟那个航母还是你的啊，你还是最大的 boss。对啊，所以但你一直3天2头在调飞机，这你说一舰也就算了，你就一直在出事，那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网红舰长，对，那大家喜欢他嘛，是，那我们就看就是说后续这个。舰长还会有什么趣事发？因为大家就比较好笑的是说，至少人家印度空军是在空中被击落的，而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队是在海上这个F-18创造了一个很有趣的记录，就是被自己的拦截所击落。对，好，谢谢邱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么有趣的话题哦。那下回我们有好的议题继续邀请。